李珍秀接班应该没问题了吧？2026年3月，这句话出现在了台湾新北地检署的一份起诉书里。说这句话的人叫孙宪，民革上海市委足统委的副主任。他在台湾落了一颗棋子，让他去给李珍秀站台，帮助李珍秀成为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珍秀赢了当然很好，要是没赢，孙宪也安排好了后续人选。这不是偷鸡摸狗的投机，这是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的剧本。始料未及的是，东窗事发，孙宪的棋子被捕。因此在李珍秀成为了台湾第一位中配立委的2个月之后，背后的剧本就被揭开了。今天呢，我们不谈这个剧本本身的好坏，我们谈谈一系列对台渗透统战工作的意识形态根源。它来自中共高层的世界观，它有一个名字，叫做9号文件。2013年，习近平正式上台不到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也就是9号文件。文件列出了7种必须全面抵制的错误思潮，也是中共最害怕出现的7件事儿。你也可以将它当作习近平本人的世界观和执政理念。他系统梳理了自由世界与共产政权之间的核心差异，同时呢，也清晰传达了两者之间的敌对关系。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这些武器来攻击政权的致命弱点，9号文件下达到了第4级，提醒官僚们要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走到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份文件，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原则贯穿了习近平执政的3个任期。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按照文件的要求进行了越来越紧的钳制，毫无疑问还会继续下去。更惊人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同一份文件不仅是用于内部控制的盾，还启发了对外统战渗透的工作，变成了7把刀，无一例外，全部都用在了台湾身上。中共在国内压制什么，对台湾就攻击什么。因为在中共和习近平的图景里，台湾是自由世界与共产政权交锋的最前线，而且统一台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所以9号文件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份作战手册。如果你读不懂9号文件，你就会以为很多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只是独立个案，你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接受中共给你的认知，你会对所谓的和平抱有迷之幻想。9号文件第1条，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本质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所以呢，在国内3权分立不能谈，司法独立不能要，多党选举是绝对的禁区。那么在台湾呢，中共推翻台湾民主制度的方式是利用民主选举程序把自己人塞进去，鸠占鹊巢。回到视频开头提到那个危险的人孙宪，他在台湾落下的棋子叫徐春英，一个在台湾生活了将近30年的中配。2023年6月，徐春英作为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率团到民革上海市委会访问交流。出席会议的名单当中就有孙宪。直到现在，新闻和照片都还挂在上海民革的网站上。4个月后，台湾传出消息，徐春英将担任民众党全国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而且排名靠前，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和广泛质疑。为了安全起见，徐春英迅速表态，婉谢了不分区邀请，出面参选的人就变成了李珍秀。2025年底，徐春英被捕。新北地检署的起诉书显示，他长期向中共汇报台湾政情，依照指示为李珍秀造势，并协助孙宪以虚假商务名义入境台湾，接触军政要员。
孙宪在背后谋划了这一切，就是要把台湾的选举机制变成攻击台湾的弹药。那现在这局棋失败了，怎么办？4月1号，国台办对李珍秀任职争议和徐春英案的反馈是，对于迫害大陆配偶的台独打手帮凶，我们绝不轻饶，将依法追责，严惩不贷，可谓是声色俱厉啊。但是人家司法机关正常办案，还在司法程序之中，你为什么要用迫害台独打手这种政治词汇来高声叫骂呢？其实吧，无非是想要利用棋子的最后价值，抹黑台湾司法，撕裂台湾的社会共识。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吴建民说过一句话，是对这件事最精准的概括：中共从来不正面攻击你的制度，他把自己变成你制度的一部分。9号文件说，宪政民主是颠覆党的工具，因此中国不搞这一套，而中共在台湾做的是把台湾的宪政民主变成颠覆台湾自己的工具。9号文件的第2条，宣扬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价值是混淆视听的政治武器，目的是用西方话语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请大家记住这个前提。2026年3月26号，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涉金华城容积率弊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同一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开了发布会，他说，赖清德当局大肆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施行绿色恐怖。这可不是国台办头一回出面当维护普世价值的正义使者了。2019年，台湾通过反渗透法，国台办说台湾在大搞绿色恐怖。2025年，赖清德提出国安策略，国台办说台湾大搞绿色威权、台独专制，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每回台湾社会有点动静，国台办他就要跳出来扮演奥特曼，扔出各种词汇，把台湾当成小怪兽打。什么绿色恐怖、践踏民主、妨害自由、戕害法治、滥用司法、打压异己、钳制舆论之类，这本来是一套批评威权政体的词，而作为威权政体本体的中共却全部用来攻击台湾。我们完全可以在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来反问朱凤莲，滥用司法打压政治异己，709大抓捕，300多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拘，这算什么？操控媒体，钳制舆论，一道长城防火墙把14亿人与世界信息隔绝，这算什么？践踏民主，大开民主倒车，2018年修宪，取消主席任期限制，这又算什么？妨害自由，戕害法治，新疆的集中营，香港的国安法又算什么？当然了，反问国台办是显然不可能的，你又不能把中国当成台湾。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说了一句话，精准如手术刀。他说，这等于是世界上少数司法最不公正、最集权的国家批评民主、自由、开放国家的司法公正。我想在这里停1秒，因为这里有一件事比讽刺更值得深想。一个政权最频繁用来攻击别人的词儿，恰恰说明他最清楚这些词儿描述的是什么。那些词儿原本就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9号文件说，普世价值是西方攻击我们的武器，必须识破并抵制。而国台办的做法是把民主世界批评威权的全套词汇捡起来，精准地投射到了一个正在依法运作的民主制度上。这就好比国台办以为自己有把照妖镜，隔三差五拿出来对着台海对岸照，他也不知道那镜子是双面的，真正的妖怪它不是台湾。9号文件第3条，公民社会是把基层党组织排除在群众自治之外的工具，最终会形成政治对抗力量。所以在国内，独立于党的社会组织一律不被允许存在。在台湾，
党妈的手没法直接伸过来，怎么办呢？那就从台湾最基层、最不好监控、最容易轻信的社会组织下手。2024年，台湾刑事局破获了一起案件，主角是一位公庙主委，同时也是太阳联盟帮派成员。他被中共情报单位吸收以后，以宗教交流名义往返两岸接收任务，返台之后以公庙为基地，专门招募有资金缺口的现役与退役军人。刑事局大队长李央吉描述说，他要求军人穿军服，持5星旗，拍投诚影片。如果手上有军事情报可以出售，依机密等级给予不同的金额报酬。为什么是公庙呢？这个逻辑清晰的让人感到寒冷。宗教活动不会触发民主社会的政治监控，与此同时，公庙又是台湾基层社会密度最高的人脉节点，连接着退役军人、地方政客、农渔民，是任何情报单位都梦寐以求的网络。以神明的名义，会让人放下最后一道戒心。台湾的公庙有多少？登记的没登记的有15000多个，密布全台。台湾国安局进一步确认，中共不只派人渗透，还主动出资赞助台湾公庙团体，组织两岸的宗教交流活动。9号文件在国内管控一切独立于党的社会组织，因为中共深切地知道那些会成为社会的盲点和薄弱环节，于是他向台湾发招。这就好比一个流氓武术家呀，他明明知道撩阴腿非常的狠毒，于是他护住自己的裆，猛踢别人的下体。妈祖庙里的香烟和情报站里的信号合而为一。9号文件第4条，新自由主义鼓吹完全市场化，是西方颠覆中国经济制度的工具，党必须掌控市场，防止资本侵蚀党的权威。对台湾，中共发现根本不用去管控市场，只要胁迫市场和资本，他会替自己动手。2016年1月15号，韩国 TWICE 女团的台湾成员周子瑜16岁，发布了一段视频。大家好，我有话想对大家说。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活动时，由于言行上的过失，对公司、对两岸网友的情感造成了伤害，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就在视频发出几天之前，他在韩国综艺节目上举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随即呢就被台湾歌手黄安在微博举报台独。之后发生的事就不是黄安同志能做到的了。华为停止了和 TWICE 的合作，北京卫视将 TWICE 从春晚阵容当中删除，安徽卫视取消了与经纪公司 JYP 的全部合作。注意啊，没有人直接去威胁周子瑜，不需要这么做，只需要让一家韩国娱乐公司感受到足够的经济损失，商业逻辑会自动完成剩下的一切，包括对一个16岁少女的人格绞杀。很显然，中共相当了解资本的软弱和市场的无情，但他却低估了自由的力量。这段视频在台湾各大电视台不断重播，引发了民意反弹。台湾智库民调发现，受此事件的影响，超过100万人数的台湾青年在隔天的大选当中改变了投票意向，或者临时决定出门去投票。结果呢，选出了台湾首任女总统蔡英文，还是中共非常不喜欢的那个。这是最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怪就怪那个黄安，是不是这个双面人故意要拖党下水的？此后还有更多的台湾艺人被迫在微博发出同款声明：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支持两岸统一。只要你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你就被中共捏住了软肋。
9号文件说，市场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中共在台湾做的正是秉持这一原则，让市场成为政治的隐秘打手，杀人诛心。9号文件第5条说得很直接，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台湾媒体既然没法硬管，那就收买，利用新闻自由的环境，打开意识形态渗透的破口。台湾新闻圈里有个人叫宁成佑，绰号马德，政治线出身，专门堵绿营官员的脉，问题犀利，毫不留情。直播间里3万多铁粉，爱他爱得死心塌地，因为他够狠啊，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2026年1月，他被羁押禁见，检方查了他的账户，查了他的手机，发现了什么？1年多来，他用地下汇兑和泰达币收取中共大笔资金，然后他用这笔钱用数千到数万新台币不等的价格，去向现役和退役军人购买军事秘密，包括2栖作战计划、汉光演习部署等等。负责防空飞弹操作的士官都在名单上。拿到情报之后，转交给中国。那个在镜头前慷慨激昂的人，背对镜头的时候在做鬼鬼祟祟的事情。犀利火辣的提问背后是金钱的暗流在涌动。消息传出当天，国台办又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又说这是绿色恐怖。请注意这个反应，连国民党都急着跟此事切割，而国台办火急火燎地替他喊冤，这个姿态本身就是证词。中央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说，这件事根本动摇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军人对国家的忠诚。他是对的，但我想补充一句，他动摇的还有一件更基础的东西，媒体的公信力。你会怀疑镜头前的那个到底是人还是鬼啊？9号文件在国内确保党管媒体，把全体记者都改造成了宣传大喇叭。在台湾，中共把记者证变成媒体渗透的通行证、情报交易的保护色和煽风点火的无影手。9号文件第6条，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党的历史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改写。所以在国内，大跃进的死亡人数不能公开讨论，6·4不能够纪念，文化大革命不能追究责任，这是防守啊。但在台湾，中共用历史叙事作为进攻武器，而且用得极其精巧。2025年9月3号，北京天安门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45个方队洲际弹道导弹歼20战机，100岁老兵举国观礼。官方叙事铺天盖地，这场正义之战是如何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赢的？到底是谁领导了中国人民赢的呢？那当然是中共了。但在这场浩荡的叙事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被系统性淡化乃至抹杀。国民党的将士用1寸山和1寸血换来了胜利，才有了国民党的将军代表中华民国去受降，这些在中共的叙事里几乎没有位置。台湾安保协会的分析很好，中共这套叙事同时完成了2件事。第一，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功劳从历史里稀释掉；第二，宣称自己继承了中华民国政府，顺手把那段历史的所有权也一并拿走，你的功劳变成了他的遗产。中共的官方公告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国民党军队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阅兵将邀请国民党抗日老兵到现场观礼。表面上承认了，但实际上主客易位，你从主攻变成了打辅助的，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小陷阱，你来出席了，就意味着你承认了中共官方的叙事，于是你就真的成了这段历史的配角。你要不来，那你就彻底消失在了这段历史叙事当中。来了是配角，不来是缺席。不管选哪条路，中华民国的历史主体性都在这个故事里被消解了。
台湾陆委会呼吁大家不要参加，但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还是去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天喜地地给别人当了个助教。9号文件在国内说，党的历史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不容置疑。但中共在台湾做的是把两岸共同的历史重写了一遍，然后邀请你来见证你自己在这段历史里的错位和消失。9号文件第7条，不允许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允许说这条路走错了。中共在台湾做的是让你浸泡在他塑造的信息池里，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你的认知，让你自己说出社会主义好之类的话。有一个人是研究中共这套系统的标准样本，台湾健身网红陈之汉，网名馆长。2019年，他和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联合举办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游行，在直播当中以出口直接攻击习近平。那段直播被剪成广告，在 YouTube 投放，引发了广泛的热议。2025年6月，同一个人飞到上海，开始6天9场直播。他在磁悬浮上惊呼有靠背耶，在商场里感叹厕所里面有门哦，当场承认曾受到影响，骂过中国，总观看人次超过了1600万。他还专程向中天电视道歉，因为在2019年那场游行当中，他说过反对中天的话。从对着镜头骂习近平到对着镜头向中天道歉，两个截然相反的陈之汉，中间隔了6年以及一趟上海行程。回台1个月之后，他说台湾96%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干嘛当美国人的狗。11月，他站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劝台湾人都来看看这令人感动的一幕。同月，他对日本议员高市早苗说，中国人的事，日本人给我闭嘴，大陆你是惹不起的。随后，他盛赞福建舰入列，称其为我们的国家进入3航母时代。法国《世界报》认为，馆长的这趟中国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但这里最重要的不是馆长这个人呢，跟中共一样不能看核定本，而是他在面向台湾人说出中共真正想要说的话。中国模式比台湾民主更优越。这只是习近平自己的盲目自信吗？自己满大街吹牛皮还不够，还得要找一帮人去来捧哏。复旦大学教授、知名国师张维为2025年在武汉大学演讲的时候，把底牌掀开了一角。他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受大陆影响，统一之后治理台湾会比治理香港还要容易。翻译成直白的话，不用打，不用逼，你自己刷小红书、微信、抖音久了之后，为中国模式做宣传的网红多了以后，你就会开始觉得台湾真的不如中国，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就会主动投怀送抱的。馆长只是一个工具，中共真正的目标是坐在荧幕前看他直播的那1600万人，哪怕其中只有1/10是台湾人，哪怕这些台湾人当中只有1/10被他影响，那就够了。9号文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容置疑，中共在台湾做的是潜移默化地改变你的认知，让你用自己的嘴说出他希望你说的话。说到底，9号文件所说的7件事是中共领导者的自我认知与世界观。为了维护自身政权的执政安全，他必须对内控制和消灭这7个问题。为了扩张自身政权的野心和利益，他必须用这7个方面去打击敌人。在台湾，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7种软性武器的完整展现。通过这份文件和与之关联的事实，台湾人应该明白，从9号文件来看，你们都是中共的敌人。无论他对你们微笑示好，还是拳打脚踢，都改变不了基础的关系设定。统战工作，用中共自己的话说，是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打击主要敌人，而台湾的民主体制本身就是那个主要敌人。
不是某个政党，不是某个政治人物，而是任何不受中共管控，会影响到他安全与利益的社会形态。因此，台湾社会对中共而言是一个需要瓦解的目标。无论武统还是和统，一旦走向中共预期的结局，等待台湾的就不再是作为软性武器的9号文件了，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铁拳。香港已经向你们演示过了。这份文件从2013年起就摆在那里，一字未改。他本来是写给自己人看的，但你作为他的敌人，现在也看到了。看到他，这是第一步。但有一件事儿，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在你真正看清楚他之前，他已经在你身边运作了多少年？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价值，请你订阅、点赞、转发，并点开小铃铛。欢迎打赏咖啡，链接在视频说明中，支持我们做更多有深度、有温度的节目。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